这节课的话，我们会讲到一个复古枯色的调色与搭配，那又跟什么颜色有关系呢？前面我们讲的那马卡龙色系是加白色或者是加水就可以调出来马卡龙色系。那第二个我们讲的传统中国色，所有的中国色里面加灰色，也就是什么呢？黑色和白色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传统中国色色系。那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复古枯色，我们是跟什么颜色有关系呢？这里看一下我取的颜色啊，复古枯色的话和我们的棕色，那比如说焦糖色加黑色，棕色和黑色有关系。如果说你的那个棕色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深的那种深棕，就是褐色啊，褐色的那种，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本身颜色色彩就非常浓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去加黑色。如果说是这种泛黄的一种焦糖棕，我们就要给它加上黑色进去。这边黑色取出来放到调色盘上，黑色和棕色调和变成一种深褐色啊，黑色加棕色变成深褐色啊。黑色覆盖力太强，先从少到多的去加。我这里又加了一点焦糖棕进去，好，给它调了一个褐色出来。所有的颜色加上棕色和黑色之后，那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复古枯色。那这里呢，我已经把棕色和黑色调在一起，调成了一个褐色啊，也就是说所有的颜色加褐色就 OK 了。来，我们把这个颜色和我们调色盘上的这个颜色混合一下，褐色加上这个红色，来调出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好，褐色和这个红色调出来看一下，颜色是不是一下变得就很复古、很高级了？再加上这个橘色，和橘色调一下，所有的颜色就变成了一个枯色的感觉。这里的话，枯色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来看一下这张图片里面的颜色，所有颜色都是一个枯色，不管是它的叶子还是掉出来的这些装饰的小叶子啊，这些叶子，那这种叶子、花朵、玫瑰，对吧？你看这些颜色整体全部都是一个枯色啊，包括这个也是叶子和它的这个花苞。整体颜色都是一个枯色，看起来就是这个物体感觉就已经非常的干枯，被风吹干了的那种感觉，风干了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生机。整个颜色基调的话，就是一种干枯、颓废、寂寥的那种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棕色再加到绿色里面，好，褐色加到绿色里面。好，调一调，调出来的就是一个棕绿色。我相信这个颜色是，宝子们经常看到我用的一个颜色啊。接着棕色再加蓝色。好，控制一下比例。你会发现棕色加上那个蓝色之后，它有一点点泛绿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褐色里面有焦糖棕，棕色里面有黄元素，黄元素和这个蓝元素两个加了之后，就会变成什么？绿色。那我们在控制量的时候，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你看棕色少一点点，它的颜色又会变换了一下。那这个颜色和这个国色传统中国色可又不一样啊，跟这个复古中国色完全不一样。它的基调里面会有点偏暖色调，因为什么呢？因为有黄元素。这边的比例再去控制一下，这边的一个比例再去控制一下，出来的也会偏绿调一些。你看上下两个颜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下边的这个会有点偏黄色的调调，暖色的调调。褐色再来加一点紫色，看一下效果。那这个颜色就是我之前给你们吹爆了的。
我之前应该老粉们都知道，我经常用的一个颜色，酱紫色。那这个就是我之前经常用的一个颜色，酱紫色。也就是说，酱紫色怎么去调呢？紫色加上棕色加上黑色就出来酱紫色。简单一点就是紫色加上深褐色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酱紫色。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蓝色加上了褐色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它也是有一点泛绿的感觉啊，但是上下两个绿出来是不一样的，这个绿和这个绿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还是跟前面一样的原理啊，因为它里面有黄元素，褐色里面有黄元素，蓝色里面有蓝元素，两个原色在一起变成了绿色。但是不同的蓝色之间出来的颜色也是不同的。OK， 那这就是一套传统的枯色出来的一个效果。这边的话，我们还是要演示一下啊，用玫瑰的方式来演示，红色加棕色调成一个枯色，也就是一个暗色。画在这个位置吧。这个蓝色，包括它下面的那个绿色，我们也可以再试一试啊。这个嫩绿色，加上这个褐色，调成了一个棕绿。好，我们用这个棕绿来试一下。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干枯枯萎的一种颜色氛围感。再画一个叶子组合，多加一点水。中间还可以再给它搭配上褐色。颜色氛围又不一样了啊！你看这个的感觉，它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感，一种复古感，一种那种传统中国色，或者是那种国风的那种国风的那种感觉，艺术感觉。你看这个的感觉，颜色感觉的话，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枯败的感觉，感觉它马上就要枯萎了。而在我们的一些颜色款式的搭配当中的话，颜色搭配它还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宁静色，但是呢，或者是也可以是同色系到不同的一个颜色对比，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你看这上面的三个玫瑰啊，马卡龙色系的和传统中国色的和这个复古枯色的玫瑰，那它出来的一个颜色色调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用到的是同样的颜色，但是颜色的色调是完全会去发生变化的。你能说这个颜色充满了青春靓丽感吗？当然不能了，对不对？充满青春靓丽感的是这个马卡龙色，而这个颜色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种老气横秋、枯败、枯萎、干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干枯的感觉。而这个的话，就是一种褪色。一种褪色感。好，那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传统枯色的一个调色与搭配方法。搭配方法还是和我们前面的一样，
不管这个色系是用这种对比色系，还是用临近色系都 OK， 只要任何的颜色跟棕色结合了之后，它搭配起来都不会显得很突兀。那这个绿色，看它搭配起来都不会显得很突兀，因为它的颜色基调已经被拉近了。这个酱紫色是出场率比较高的一些颜色，在我的款式当中，我之前很爱用的一个颜色。看一下3种不同颜色的一个变化：青春、浪漫、亮丽、甜美，然后变到一种褪色感，褪色感再变到一种干枯的感觉，枯败的一种感觉。颜色是这样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的暗沉。你会发现这些颜色会有一种什么变化？一种纯度的变化，纯度越来越低，明度越来越高，在这里高明度在这里，低纯度在这里。